大家好，我是阿德。在歐洲買房子，並不是很容易的事情，但是是辦得到。我想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們在歐洲買房子、看房子的經驗。這是一個系列，我想在這個 video 先跟你們講我們買房子的經驗。因為可能你住在歐洲，或者你要搬到歐洲去了，或者你在台灣也買過房子，那你對在這裡買房子有興趣，那希望我這個 video 可以幫你多了解，然後如果你準備在這裡買房子，也可以幫你然後考慮多一些事情，可能你沒有注意的細節。我們從哪裡開始吧？從第一次買房子開始吧。我們剛從中國回歐洲，我們先住比利時。那我的工作在荷蘭。如果你要在這裡買房子，有一件事情，一種東西非常的重要，你應該猜對了嘛，就是合約。如果你銀行裡有一大筆錢，你可以直接買房子，那當然不是問題。但是一般的人需要一份工作，一份薪水，但是這樣還不夠，你要證明你的工作穩定。在這裡有兩種合約了，一個是短期的，一個是長期的。那個長期的，通常就是永久的或者無限的。這個差別非常的重要，因為很多公司先給你1年的合約了，先看你的表現，或者他們自己可能公司還不確定1年以後那個公司還在不在，但是通常就是先看一下你的表現。那我呢，我剛到了，我找到一份工作，是台灣的公司，但是他們的研究部、研發部在荷蘭南部。所以我很高興，而且我知道1年後如果努力，我的表現好，我就可以拿到永久的合約了。所以我1年都非常努力，我一直都很努力，不管我有什麼樣的合約。1年後那天，我主管跟我講了：“阿德，我有好消息，我們公司要給你永久的合約了。”耶，超開心的。那第2天，我馬上給銀行聯絡，跟他們講說：“嘿，我拿到了合約了，我可以借多少錢？”這個很重要。我們沒有先看房子，很多人是這樣子，他們先在網絡上看喜歡的房子。有院子啦，就是離學校很近啊，在什麼區啊，什麼，當然這個都很重要。但是我們先問銀行，我可以借多少錢？因為你就知道你可以從什麼價格到什麼價格之內，你可以看。因為我要告訴大家，不要借高於你的能力。那個高於你的能力是什麼意思？你現在可能薪水很不錯，然後你可以借比較多的錢，當然可以找得到比較好的房子，比較大的房子。但是你有沒有想過，萬一經濟不好，公司倒了，或還有什麼
別的原因，然後你的薪水改變了，變低了，那你怎麼辦？很多人因為這個就碰到非常多的麻煩，欠銀行很多錢付不起。你要避免這個，你不要你大部分的薪水拿來付你的貸款，因為還有生活費，可能你還有車子，小孩子的學費，什麼什麼什麼，所以你先問銀行，你可以借多少錢？他們畢竟是專家，所以他們就給你算。我說啊，以你的薪水來講，如果你的老婆或老公也有工作，也把這個算進去。但是他不是只有看薪水，他也是看你在哪裡，還有沒有借錢。荷蘭有一個地方，一家公司叫 BKR，它是看你的信用。如果你在別的地方辦了貸款，或者你有借錢或什麼的，甚至你在荷蘭你辦手機 payment 號高於250塊的手機，所以你每個月你在付你的那個電話費，還要付你的手機的錢，如果高於那個價格，這個也變成一個貸款借錢，然後他們就會算，可能如果你買一台 iPhone 1000塊，然後你要辦貸款，可能他就給你少借1萬2萬塊。所以在荷蘭你要注意那些地方，薪水，然後你的信用。所以如果你是剛到荷蘭，然後你在這裡才剛開始工作，最好你要等。如果你的公司馬上給你那個永久合約，然後你到這裡，那當然不一樣。那所以這些他都會看，給我算了啊，高先生，你可以借多少錢 ？OK， 好，那我們就可以開始看。我們在比利時找過了，荷蘭也找過了。比利時沒有找到，但是荷蘭找到了。那如果你找到你喜歡的，怎麼辦？如果你要在荷蘭買房子，有一個網站非常非常有用，就是 Funda。我在這裡寫一下。在那邊有非常非常多的房子，還有買的房子，也有可以租的房子，所以我建議大家去看這個網站。但是要快哦，因為現在荷蘭的那個經濟，荷蘭那個這個情況，有時候你看，然後你覺得我跟我老婆討論一下，後來幾個小時之後你看了，那個房子已經不見了。所以如果甚至有的人，他們不需要看房子，他馬上說了，這裡是我銀行的所有的東西，我可以借錢，我要買，所以他連看也不看，覺得這樣也不好。但是現在荷蘭買房子就這樣子，房子是有的，但是很多就是一定要喊價，然後要動作快，要用搶的，就是在市場有什麼東西特價，大家有搶的一樣。好了，我們繼續講買房子的經驗。好了，荷蘭很簡單，就發一封郵件或者打電話，也就是說哪一天可能有個 open day， 或者他特別就是跟目前的房子的主人就
約個時間，那你就去看。德國，如果你要看房子，不太一樣，有一些規定。這個呢，這個我下個 video 我後面會講，但是這一集就講一下在荷蘭，在這裡買房子的經驗。我那個時候我就用 Google Maps 做個地圖，找到一些我們想住的那個城市的看的房子，就做個路線，所以我們可以從哪個房子到哪個房子最順的，也蠻好玩的，有點冒險。我們看了很多房子，當然有的你會喜歡那個房子，但是不會喜歡那個區。還有相反的，區域好，但是房子很爛。第一次去看，當然也是跟中介，大部分是跟中介的見面，然後他帶你去看。那個房子的主人可能不在家裡，或者他去做他的事情，他不會跟你聊，這是我們的經驗。他全部都讓中介公司做。你中介公司講的當然重要，但是你自己也要注意一些地方，看一下那個油漆外面的房子，而且在這裡很重要，那個窗戶是不是雙層玻璃？然後現在你也可以要求它的那個環保的等級了，因為如果你買E 級、F 級的房子，你後面你要付非常多的瓦斯跟電費，因為暖氣不夠。但是如果你買那個 A Plus 那種房子，那你後面那個燃料的那個費用就會比較低了。現在買房子，如果很多人喜歡有那個太陽能板，但是現在在荷蘭有很大的問題。以前他們很喜歡那個太陽能板，太陽能板的給你那些電力，你可以還給電力公司，電力公司給你錢。但是現在是相反了，因為我們荷蘭的那個電網撐不住了。他們就說不要給了，然後如果你要給，你還要賠錢了，所以現在有那個太陽能板不一定划算。但是如果你有那個電動腳車了，可能有，因為你用那個幫你的車子加電，但是這個是另外一回事。那看房子，所以我們喜歡房子，那個時候很簡單。喜歡的房子，尤其是荷蘭南部，你就說啊，比如說20萬歐元，有點貴哦，17萬。那還有跟你講說啊，17萬有點低，你就可以殺價了。那時候還有殺價的空間。我們那時候還蠻幸運的，因為那些人他們要趕快把他們的房子賣掉，他們有點急，所以而且我們出的價格也沒有太離譜了，沒有太過分了，所以他們就接受了。我們很開心，我們買得到房子。第二天馬上簽約了嗎 ？No， 在這裡沒有那麼快，因為你要先回銀行，你要給他房子的資料，你說 OK， 我要買這所房子。我們那個時候在荷蘭買房子，也可以借多一點錢，因為比如說房子20萬，那個時候你還可以借多一點錢，就是說 OK， 他還給你110%或120%的那個價格，因為就給你多點錢。比如說你還有裝修一些東西，你比如說你要加個。你要後面你要做個院子或者什麼的，或在房子裡面你要
加個房間，修個東西，新的廚房那些東西，要跟你借多點錢。現在不是這樣子，以前有一些費用，像你那個代書的費用或什麼的，他也會算在裡面。現在好像不是這樣子的，但是那些規定常常改變，所以你最好你就 Google 一下最新的規定。但是我們那個時候還蠻幸運的，就可以借多點錢。現在2026年不是這樣子，但是你還是可以買，你就是要接受這些規定，而且你還有估價。有一個人要寫個報告，那個房子是不是值得那個錢？搞不好那個人說我要買20萬，但是那個房子很爛，裡面一大堆問題。他就是那個估價，他就會說，那個房子只有70萬哦，那個銀行也不給你借那麼多錢，因為如果以後你付不起你的貸款，銀行要把你的房子賣掉，他拿不回來你借的錢，是這樣子。我的那個估價都沒問題，但是你要等那個報告寫了，寄給銀行，銀行的人要看，最起碼要3個月。你還是要跟他們簽一個合約，就是暫時合約。最重要的，聽清楚，這個一定要寫。說你要等銀行的許可，就是那種荷蘭語，銀行的許可，因為你已經答應他們把房子買掉，他們也不會找別的。那如果你沒有寫那個條款，到時候銀行拒絕了。他會跟你要，那又是多少？10%那個房子的價格，你會被罰錢了。所以一定要寫說，如果你沒辦法借錢了，銀行不給你，那你不可以被罰錢了。那種條款。所以這個很重要。但是我們等了3個月都沒問題。但是我還沒有馬上簽約了，還有一件事情也非常的重要，除了那個估價之外，因為估價他只會看房子的外表，大概的樣子，然後寫一個報告啊，那個房子是那個房子的價格多少錢？你還要做一個建築的檢查，這個要另外付錢。但是這個是的很重要，因為那個人他看的比較深，他懂比較多，他真的會檢查電線、水管、水溝啦。哇，你們要知道多少人買了房子，然後就發現他們的水溝都有問題，裡面有老鼠，裡面塞住了，或電線有問題。如果到時候你要修，要花非常多的錢，最好你花那一筆錢，也是給你一個心理的平安，然後最起碼你知道說房子沒有問題，因為你那個條款你也可以寫說，你最後你真的買房子，是銀行貸款有沒有下來，然後那個建築檢查的報告，如果那2個 OK， 你就真正的簽約了買房子。所以在荷蘭就是這樣子，那些事情都 OK 了，那你就可以買。但是你就是像我剛講的，你必須等，你要有耐心。就沒那麼快，沒有像有一些國家，你看房子，然後你過1-2個禮拜你就簽約了，房子就是你的。在歐洲就是很慢。我們那個房子後面我們還是發現一些問題，每一所房子都有問題，沒有房子是100%perfect，
不可能。但是過了幾年了，我們就打算住在另外一個城市。那個時候我們就搬到馬城了 ，Maastricht， 非常漂亮的一個城市。那我們怎麼把房子賣掉？這個是我下一集要講的。然後我們後面，從我們賣房子，然後買新的房子，那種情況也比較特別。這跟我剛跟你講的，只有第一次買房子不一樣，所以一定要看下一集咯。我就會繼續講我們在這裡買房子的故事。我跟你們講過了，這是一個系列。第一集這一集呢，我跟你們講我們第一次買房子的經驗。我後面跟你們講我們賣房子跟買第二所房子的經驗，還有我後面也會跟你們講我們在德國找房子的經驗，也要跟你們講，如果你要在這裡租房子，荷蘭、比利時、德國在這裡租房子的經驗，後面也會有更多很有意思的對你有幫助的內容。如果你喜歡這個 video， 麻煩你給我一個 like。如果你也喜歡看一個很愛亞洲的、很愛華人文化的一個外國人的一個阿豆啊，就訂閱吧。我希望今年2026年我可以達到1萬的訂閱了，但是我需要你的幫助咯。謝謝你哦，謝謝給我訂閱了，謝謝你的收看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